股市不倒，房市不好。我300萬丟到房地產市場，跟丟到股票市场狀況是不大一樣的。我丟到股票市場上面去，我就是一支台積電還有點錢。但是我丟到房地產上去的時候，我就是一間老破小，所以我每個月就會是一個痛苦指數飆升，但我又不能夠跟人家炫耀。2026年哪些地方是很危險？桃園地區當然是有量比較大的是台中的話，台南的部分呢，2026年才剛開始，結果房市居然送給我們9年來最冷的開局，加上下半年呢有36萬戶的交屋潮，到底哪一族群是最危險的？房價真的會下跌嗎？所以我們今天請到2位專家來跟我們一起分析。首先要來歡迎的是李同榮理事長，大家好。房市甜心徐嘉欣，嘉欣姐。今年的1月到4月呢，6都買賣移轉棟數居然只剩下62688棟，創9年來的新低。不知道2位怎麼看？上半年的話是股市不倒，房市不好；那下半年的話是資金決定房市走向。上半年來說的話，我們會認為因為股市這麼好哦，所以房市也就很難吃飽。到了下半年來說的話，應該看的是資金的走向，股市的一些外溢效應，可能對房地產市場會有一些幫助。下半年為什麼會有利空的原因是什麼？資金全部集中在股票市場的過程當中，4象限的趨勢圖來看的話，第一種狀況是股房雙飆嘛，投資市场大家皆大歡喜；第二種狀況是股房雙崩，股市一崩盤，房市也一定起不來。再來就是說現在的狀況，股強房弱，所以資金全部在股票市場。那另外一個狀況說，只要股票市場不好的時候，是不是房地產就會流向這個資金？會嗎？4種現象，我個人認為是以上皆非。為什麼？因為股市有可能修正。但是呢，資金不會完全流到房市，剛需的資金會回流，但是有大部分的資金可能會轉向超額儲蓄、定存，還有債券，還有其他的基金會有，但是不會太多。4象限來講的話，下半年最好是股票良性修正，部分資金回流到房市，然後再選錢的話，才不會有所飆漲或者是雙崩的情況出現。那嘉欣姐你怎麼看？其實第一件事情是因為今年的聯準會它要換主席了，金融政策或許會有一些的調整。大家知道，像美股現階段表現的這麼樣的強勢，這勢必可能會引動一定程度的通膨。像美國現在 CPI 已經來到3.3的一個狀況之下，新任的聯準會主席可能會針對這個部分，他會去做一些調整，比如說升息上面的一些動作，一定程度上面的話會造成資金的回流美國，可能也會對於台灣的電子業產生一定程度的壓力。縱然今年下半年可能在台灣選舉上面還會給予一些政策上面的利多，在這個股票市場上面的一個資金行情的帶動來看，或可它就會是今年下半年台灣股市上面的一個變局。第二個部分是因為整個稅制上面的調整，你在投資上面利潤相對是比較低。我 echo 一下剛剛理事長講的一件事情哦，對於年輕人來說，今天300萬的這個概念是我300萬丟到房地產市場，跟丟到股票市場狀況是不大一樣的。我丟到股票市場上面去，我就是一支台積電還有點錢。但是我丟到房地產上去的時候，我就是一間老破小，所以我每個月就會是一個痛苦指數飆升，但我又不能夠跟人家炫耀我有一支台積電的這種邏輯，這個感覺就會是不太一樣。好，所以對於年輕人來說的話，投資不動產，我可能從過去的投資工具，它會變成是一個避險工具，可能會是一個股市資金外溢之後產生的一個避險，這個邏輯就會跟過去比較不大一樣。那第三件事情是說，對於年輕的族群而言，現階段很多的少年股神，股票市場上面賺到錢的時候，其實很多的部分選擇去做消費，這一件事情會跟過去相對不一樣。那我們會認為它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大的變數。那下半年要觀察的2個重點，一個是股房資金的流動，一個是選權的政策。換屋市場完全被政策壓制，不正常的一個扭曲現象。所以我個人認為，房屋市場現在被壓制了，将來有機會被鬆動。第二個就是說，現在建商的資金移屋越來越多，交屋潮越來越多，所以中小型的建商，它其實資金已經開始有出問題。那第三個是全民大家瘋股的時候，就要小心它真的會失控。最有可能就政策，它會稍微給你有一些調整，讓你休息一下呢，然後到選前才有力道呢，製造一點榮景。那房地產也是一樣，它一定會看你稍微有價格有鬆動，它就會有稍微鬆綁，所以它不會一下子全部鬆綁，它會慢慢擠牙膏的方式擠在選前，再給你一點利多，然後再給年輕人一點心安一點安慰，
所以這個是政策因素影響到整個的房地產的走勢，一直會延伸到明年的第一季才有機會止跌，這個下修的狀況還是會持續。從第二季開始，我預測大概交易量就會逐季回溫。現在有一個名詞叫做賣壓孤島啊，就是說現在那個量釋出了，然後那個賣壓下來了。2026年哪些地方是很危險的？然後哪些地方呢是看起來很熱，其實在累積它的賣壓的？理事長，你可以先分享吗？你要看的就是一個商圈、人口跟產業，產業不集中的地方，人口不匯集的地方，然後交通不發展的地方，你就避開，這個是大原則。桃園地區當然是有量比較大的，是在 A7捷運站外圍地區，海線部分所謂的草踏，過去是航空城的安置戶過來，但是有些投資客夾帶進去，所以把價錢炒高。那交通還不是很方便，所以基本上它要等商圈成熟才比較適合介入。台中的話，它是北屯外圍，還有海線的部分；台南的部分呢，善化地區，還有所謂的 ABCDNO 的外圍地區新化。那高雄的地區來講，基本上楠梓的加工區附近商圈就稍微比較弱一點，但是這一波的跌勢呢，也不會太強。其實有些已經跌得差不多了你也可以去涉獵。最近團隊給我一個數據，讓我非常的驚訝，也就是呢，非常多人看下班去你家，但是居然有70%的人都沒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下班去你家，而且你也非常喜歡我們的內容的話，現在就讓我麻煩你一件事情，就是請你按下訂閱吧。對你來說可能是舉手之勞，但對我們的團隊來說，是以後能夠做越來越好優質內容的關鍵。就直接點名。哪些地區你覺得是最危險？通常一個都市的發展的區塊會從核心區往外圍的重劃區。那這一個波段來說，我們從2019年開始往外發展，特別是最近這2-3年才開始發展的這些重劃區後面接手的投資客這樣承接的財力啦狀況相對會比較弱，發展的力度也會相對比較弱勢一些。其實這些區域上面比較為難一點的重劃區，它會是接下來等待的時間會比較久一些。然後如果你買的話，你在機能的等待上面，或者是說你要等待來出租，可能在這個等待的時間都會比較長。第二種的話，就是說我們可能提醒大家，雙北之外老破小的產品，因為我們之前做了一個統計，雙北之外的公寓的產品，其實在這一波的修正的幅度是相對比較大的。因為你去想，如果電梯的大樓都修正了，那誰要去買公寓？所以在這一段來說的話，它的產品力是相對比較弱的。那如果說雙北之內，其實因為它有一定程度的承接買盤，所以比較不大會有問題。但是雙北之外這類的產品會比較辛苦一些。哪些我們買房子的時候要注意到的戶型是不能碰的？像是梯戶比過高，或者是說像是格局怪異的一些商品。那梯戶比過高的話，最直接的就是說，1層15戶只有2次電梯，上下進出會比較困難。另外一種的話，就是說格局比較奇怪，是雞腿房啦，或者什麼三角形房啦。那這一類的房子的話，你住進去除了不舒適之外，它可能在你入住的時候，你的家具啊等等的話，你都要特別的規格。那所以你在規劃的時候，一方面你要多花錢，然後二方面來說的話，它在採光啦等等使用上面，其實它都不會這麼的方便。那甚至於你到最後要轉手的時候，其實它都不是這麼的容易，因為你在下家，他在看到這個格局的時候，他本身他就不喜歡。即使它 location 超好也沒辦法。其實它如果 location 超好的話，你當然在相較於其他同類型的產品，你一定會有價格上面的減損。理事長，你臉書上面有寫說，你覺得現在會有3波換屋潮，那我們即將邁入第3波，你可以簡單跟大家講一下哪3波嗎？從嬰兒潮開始出生，一直到它衰老5個階段，前面有2次的換屋潮。到了60年到80年，大家經濟從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所以大家有錢的時候想要換屋，所以變成了高樓大廈、華廈，這個時候開始興起。所以那個時候買賣房子一定要買新的房子，這個時候呢就是以舊換屋的換屋潮時代。民國80年到90年呢是第2次的換屋潮，3代同堂的這個階段，以小換大，小的不夠住了。我們現在這個階段，90年以後到115年是首購，開始進入2代不同堂啊，老年人拿錢出來給下一代去買房子，所以首購潮就起來，所以变成房子越蓋越高，然後越蓋越小。然後單價越拉越高，115年以後呢，40年以上的老屋，這些老屋都要面臨淘汰期。AI 資本化的浪潮又讓了很多的科技新貴賺了很多的錢，帶動了一個第3次的換屋潮。現在被壓制的換屋潮會在5年以後發酵。5年以後你看的第3波的那個換屋潮，它的特色是什麼？8個字：喜新厭舊，智慧升級。未來的房子一定是智能化、綠能、ESG 都強調。然後機器人管家，還有機器人宅配，
所有的充電設施都有一應俱全。老房子要換新房子，這一波換屋潮就會變成說完全是智能在升級。所以是科技在升級，房子跟升級。第二點呢，就是傳統的老屋會被淘汰。剛剛嘉欣已經講了，就是老屋啊，你沒有辦法都更的話，你就不值錢。所以因為大家已經升級了，那你還在落後。所以基本上老屋換屋潮的時候呢，這一波呢就會變成老屋要被淘汰掉。你會發現啊，豪宅不會再像淘什麼那麼大了哈。怎麼又有中槍的？不要說淘什麼，你就200坪以上，大家都不願意蓋了。所以現在豪宅會濃縮到100坪左右的構築就好，很升級化，很精緻化。那小宅呢，因為單身貴子多嘛，你們都不想結婚，就大家想了沒對象。对，不要這樣子說。又想到你們了。單身貴子一多的話，精緻化的小宅哦，那這種就會出現，甚至於就是5星級管理跟5星級服務的建築物就會出籠。那身為小資族呢，又剛需，要買在哪裡比較安全？理事長，現在所謂的安全區哦，以科技廊道為主軸去帶動的一個主要的地區，未來是科技帶動城市發展，然後產業帶動整個人口，然後人口再帶動整個的房價的發展。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你從北到南，你就會發現，從北士科也好，從新北的這個整個科技廊道，一直到桃園的新創中心竹科到中科到南科，這整個科技廊道就是未來強弱分明的一個分水嶺。那其實主要地區來講的話，雙北市現在比較強的就是北士科，也就是 AI 在帶動嘛，相對它北投呢也受惠嘛。新北的話，林口交通在改善的話，是一個相當都會相當成熟的一個城市。再來就是桃園呢，它整個都會擴大。青埔結合綠線，結合桃機，然後再加上未來10年航工程的拉動，它把這個大台北3環6線在連結以後，變成一個大台北的生活圈，未來就是3強鼎立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城市。尤其是你在新北上班，你在桃園買房子，不，你在竹北上班，現在竹北動不動要上九字頭，反而會吸引到桃園將來的發展潛力會相當強。那台中是因為整個精密科學園區的帶動，南科不用講，它整個 S 廊道這樣下來，所以我認為 AI 的浪潮會帶動下一波產業、就業、人口。那嘉欣姐，你覺得哪些地方是安全？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你就是看有錢人買什麼，跟着有錢人買。有錢人買整股買零股，你就跟上。對，有錢人可能買台積電，你就去買00550。我們現在會看到有些人他就會去買像信義區的，比如說華夏，或者是大安區的學區宅的相對坪數比較小的產品。所以如果你以現階段來說的話，回防蛋黃區，這是我們目前現階段看到的。那原則上的話，電梯的產品會比公寓的產品好。那如果說你買公寓的產品的話，也就不要再抱着都更的想法買 location的這樣的想法。那第二個概念來說的話，就是以科技邏輯。雙北概念宅來說的話，比如說像板橋啦，像是汐止啦，像是土城啦，目前現在他們周邊都有這種已經成型的科技聚落。好，那雙北這邊的話，我們會認為是可以的。雙北之外的話，有幾個你可能買舊城區，比如說台中的中區跟東區，那就真的有點舊。比如說你就買西屯，已經發展的可以的區域。好，那或者是比如說台南。那如果說你要買重劃區的話，你買大概機能都已經到位的重劃區，它相對也會比較安全。那現階段的話，各個中南部他們都有一些已經發展到位的重劃區。第一個機能性相對比較好，第二個來說的話，你比較不會有這個盤整的陣痛期，然後你也可以吃到接下來政策發展的政策紅利。我以為姐你會講老城區，老城區它有它的好處，有些地方它的老城區發展的實在是它太久了，因為老城區有爸爸級、阿公級跟阿祖級。那有一些阿祖級的老城區就不大行，房子要怎麼分啊？如果說是這種阿祖級的這個老城區的話，你大概就是100年以上的古蹟類的，大概沒有什麼在更動的話，那在未來確實它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一些困難哦。那你如果說是以50年到这個100年之間的話，你可能就是會是一個阿公級。有一些地方政府的都市計劃，或者是說有一些重新的一些整治，看得出未來會有一些利多哦。那如果說是可能30年到50年的這些所謂的爸爸級，如果說區域上面會有一些重大建設的話，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就是說可能未來會有一些新的發展哦。那當然，如果說這個地方30年到50年之間，其實也大概也都會有一些初步的成型。30年到50年的這種爸爸級，還是你可以看到遠期有可能有利多的阿公級，這兩種哪一個比較好？如果說
30年到50年的這種，通常啦，它大概都會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叫做成熟重劃區，這個叫做爸爸級。50年左右的這種，它大概就會是老城區。你想要挑電梯大樓型的產品，可能在爸爸型這邊你會找到比較多。好，但是如果說需要房價比較便宜，晚上想要吃個鹹酥雞，可以方便的阿公型的這個可能會是比較有機會。所以是要看需求。對，所以就是回歸到你可能在需求上面來說的話，你就是買爸爸級的，或者是快要當阿公級，因為有一些地方政府他們現在正在幫爸爸回村，這樣子的老城區，我覺得沒有問題。但是如果說有一些阿祖級的，你要再等他回村，可能有一點點辛苦。同樣是以機能性的考量，當然老城區已經機能完整的重劃區，這個會是雙北之外相對來說比較安全的這個老城區的選擇。就大家在看房子的時候，都會說到底哪些數據要參考？比方說代售量啦、交屋潮啊、租金投報啊，或是人口移入這些數據那麼多，我們到底要選哪些可以看？其實看數据這件事情啊，坦白說它還是要訓練的。那我教大家3招避雷，比較輕鬆。那第一招呢，就是看社會指標就好，看看接待中心，去跟房仲聊天，用這樣子的一個社會感知啊，社會觀察家，輕鬆愉快，多聊幾家，你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心得。剛剛說聊天這件事，我們共同的朋友很擅長聊天。大家好，我阿貝。他那有點過火了吧？我覺得他蠻厲害的耶，他自己就是省吃俭用，然後請房仲喝星巴克。前一陣睡在房仲那邊嗎？他睡在那邊？這我不知道，超厲害的啊！我就看他疊個椅子，然後就在房仲店裡面睡覺，我们就是超厲害的。第二招呢，如果我是 I 人，上網看看591各家房仲，好，你就壓力不要太大。你去想想看一件事，100戶的社區，如果有20戶在，光想這件事你就知道這社區碰不得。第3招，因為有時候我們去跟這個跑單小姐聊天嘛，她會跟你說：“九寶，我跟你說，你這一定要趕快下決定，只剩2戶。”最怕這種了，我每次說心就會馬上緊張。我上網查實價登錄，還剩50戶，所以實價登錄會告訴你它還剩幾戶。所以我們就3招：第一個去問，第二個就是看591，看各家房仲，第3招你就是上實價登錄。我覺得今天大家都有很多收穫啦，就是安全的地方啦，然後要踩雷的地方要避開，還有就是要看什麼數據，最簡单就是跟房仲啦、代銷聊聊天。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大家拜拜，拜拜。